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联合公报中称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不过这并不完全反映北约全体成员对中国的态度。北约内部自相矛盾，尤其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远远不如美国激烈。北约秘书长同理性地说，北约不会与中国开展新冷战，不过我们北约积极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反映欧洲和美国对华策略有巨大的分歧。而中国外交部对北约的联合公报作出回应，如果有外部势力对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中国会强势应对。中国的强势回击主要火力就是针对美国的。中国清楚，这份公报其实是美国花大力气搞出来的，试图让欧洲加入美国的反华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成立的目的就是西欧国家对抗当时苏联而成立的，主要关注的是北大西洋沿岸国家的事务。只是苏联解体，北约开始关注全球事务。北约关键一条是共同防御一个缔约国被入侵，其他缔约国有义务出兵支援。共同防御没有说共同进攻。举一个设想的情景，美国被中国或者俄罗斯入侵本土，欧洲的北约国家有义务派兵支援美国，而美国干涉中国武装台湾，关岛被炸平，甚至美军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欧洲的北约国家都是没有义务出兵支援美国。现实情况下，欧洲也做出类似决定。阿富汗战争是美国本土911事件后报复阿富汗当时政府和基地组织，这次是美国本土被袭击，欧洲也出兵阿富汗，而美国入侵伊拉克，欧洲只有英国出兵了，德法等欧洲国家没有出兵。如果拜登想让北约成员出兵参与围堵中国的战略，这不属于共同防御。所有欧洲除了狗腿英国，没有欧洲国家响应。欧洲国家态度很明确，不会与中国开始新冷战，继续保持与中国密切的往来，当然也会和中国在某些领域进行经济上或者技术上的合理竞争。美国想和中国全面对抗，那是美国的事儿，欧洲当好观众就好了。美国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却没有真正的实力压服中国。特朗普时期最强硬的牌都打出去了，贸易战、科技战等等，最终连一个中国企业华为都没干趴下。后来一场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世界第一大国，最多人感染，最多人死，而中国不但快速扑灭疫情，还成为全球抗疫的工厂。谁是纸老虎，几乎全地球都知道。美国自然知道自己外强中干的本质，单干是无法竞争过中国的，联系盟友构建反华同盟。然而现实太残酷，中国对于美国、对于北约心态一直很平淡。超越自我是中国的发展目标，而不是跟谁比。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等领域快速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核心，主导了世界许多领域的产业。而不远的将来，中国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只有军事层面，中国还是要跟美国比。只有美国在军事上彻底认识到干不过中国，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才算完成一个阶段。只有中国越来越强，其他国家包括北约组织就越对中国表示礼貌和重视，更不会参与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拜登在上任美国总统之前曾说过，美国欢迎一个繁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但是自打拜登上任美国后，一系列的行动却频繁地违背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将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问题，但美国官方却频繁介入其中，将其政治化了。尤其在前几周，拜登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在90天内彻查新冠病毒的源头。对于病毒的源头，世卫组织对此早有争论，但显然为栽赃中国，拜登还不死心。但最新的一则报告中显示出，拜登这次可能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20年初的时候，该研究员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共收集到了24000份血样。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详细检测，这些血样中有9份检测出新冠病毒抗体。根据感染新冠病毒后产生抗体的时间计算，至少需要2个星期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可以反推到2019年12月就已经有部分美国人感染上了新冠病毒。另一方面，这些血液样本都是美国本土的，因此从这一检测中可以确定的是，新冠病毒应该在2019年就开始在美国流行了。不得不说，美国科学界这次的研究直接助中国转守为攻。在官方多次栽赃中国无果后，美国科学界现在终于坦诚承认美国的新冠病毒发生时间比中国更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炒作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拜登多次试图甩锅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有指出，如果美国真想调查追溯到病毒的问题，就应该让世卫组织成立专家组，像中国邀请专家到武汉病毒研究所那样，邀请他们到德特里克堡去考察各种生物实验室。但是很明显，美国不敢邀请世界卫生专家对德特里克堡进行调查，因为一旦暴露在外，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害。对此，有分析认为，当拜登上任大约4个月后，从表面上看，工作确实做得有模有样，无论是推动疫苗接种还是纾困法案，都表现出了尽责的态度。可这说到底还只是加印美元钞票的事情，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政绩作为支撑。而且，美国两党一向相互角力，长期以往，拜登在国内的影响力只会呈现出一个下降的势态，这让拜登不得不向外寻求突破点。而以新冠溯源的中心的各种反华政策，就是让水火不容的美国两党达成共识的最好突破点。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也是看到了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取得的成效。在上周刚结束不久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这期提出了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重建美好世界计划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西方国家很早就有想取代“一带一路”的想法了。在特朗普还在位的时候，美国还曾试图通过成立国际性的金融公司来给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项目提供资金上的帮助。欧洲在2017年也曾试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基金来和中国竞争，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之前的数次尝试结果都不如人意，但欧美还是不肯放弃取代“一带一路”的想法。美国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先后找到英国和日本，提出搞一个亚太版的“一带一路”。欧洲那边在4月底的时候和印度就共同建设基础项目进行了谈判，最后就演变成了现在这期版本的代替方案。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真的会被这期提出的重建美好世界的计划取代吗？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带一路倡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带一路的重点投资对象和西方国家不同。据外媒报道，一带一路计划中约有一半的投资都投给了欧美不乐意投资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如果是西方国家来投资，那么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往往希望能快速获利，而不去管他们使用的那种快速的方法是否会使当地资源枯竭。当然，中国给这些落后国家做基础设施，不是做慈善，也不是某些网友口中的冤大头。尽管这些长期基础建设项目风险不小，但要是成功，收获也会不小。一带一路建设新公路、铁路、港口等，这些除了能促进沿线各国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建设途中也能输出中国自己的建设标准和文化。当一个国家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大部分的贸易往来都和中国有关的时候，您认为这个国家还会成为美国的马前卒吗？尽管这期的重建美好世界计划被美化得很动人，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并没有认识到一带一路计划成功的关键在哪儿，或者说西方国家是知道的，但知道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于是就忽视了一带一路受到欢迎是源于中国不对任何投资提出附加政治条件。而这期提出的这个代替方案也是很可笑的。这期国家希望私人融资，这样自己就不用预付任何钱财。私人投资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盈利时间长、回本周期慢的项目。正如俄媒所说，七国集团为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制定的重建美好世界支出计划注定要失败。只要西方国家还像以前一样只是口头帮助，只想着获利不承担亏损，只想着剥削而没有长远计划，那么不管提出多少个重建美好世界计划，都不可能替代我国的一带一路。